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《圣诞原木2》来了，为什么原木会杀人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话说警察地中海正在单位上值班，突然有人猛烈地敲击大门，地中海就去看看你，却意外地发现门外面并没有人。这时才发现声音是从政务室传来的，于是地中海掏出手枪推门走了进去，声音越发的密集。循着声音，他看见一个政务匣子内正在着火，吓得他转头就跑，不敢停留。哇塞，没想到一根着火的原木从里面跑了出来，这是怎么做到了？What the fuck? Nice logging, you know. I love trees. I never cut trees. I don't even use fucking paper. Help! 地中海一看子弹都没有用，就赶紧找其他的东西收拾这根原木。先是在架子上找到面粉，然后撒了一包。原木似乎有点反应，不过作用不大。接着他看见了电锯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于是抄起电锯冲了上去。没想到这根原木竟然会思考，不但不怕，反而对地中海的下盘发动攻击，这可是地中海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瞬间他被击倒在地上，已经发动的电锯反倒落在他的腿上，自然就把他的大腿切割下来。接着燃烧的原木找到了证物中的雷管，哎呀，整个警局被夷为平地。画面一转，黑妹经过上次的惨痛打击之后，坚持要回单位上班，可是随身拿着长柄斧已经成了他的标配。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富豪募捐，这次他们正在与富豪光头佬进行视频沟通。他抱怨曾经捐款了100万美元给政府，但是他想要的却没有实现。看样子富豪捐款在私下里也是有所求的，这次由黑妹主攻这个富豪，所以他就在那里夸夸其谈。很快富豪被他打动了，他就离开镜头去拿支票，本打算捐款。大家对黑妹的表现都很满意。突然屏幕里出现了一根燃烧的原木，黑妹第一时间看见了。 Oh my god! Look out! It's gonna murder us all! It's gonna murder us all! 这是他出现的幻觉。随后这个捐款泡汤，黑妹就被单位开除了，同事们对他议论纷纷。回到家后，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把长柄斧时时刻刻放在身边。这时好友眼镜男拿着好酒来找他聊天，然后两人就开着车去墨西哥海岸玩一趟。根据路标显示，他们很快要经过一个小镇，不远处有个圣诞老人拿着望远镜正在观望，他等的就是黑妹他们。只见他用手指那么一摆，哇塞，眼镜男的汽车就抛锚了。这下两人算是无法去墨西哥海岸了。黑妹气得挥舞着长柄斧在那里大发脾气。很快拖车来到，把他们连人带车送进了汽车修理厂。另一边，那根从警局跑出来的燃烧原木盯上了一户人家，他已经感知到这家人开车将要路过黑妹要停留的那个小镇。没错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黑妹。为了要追上他，原木使出了浑身解数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也太牛逼了！随后黑妹在修理厂得知，这个小镇正在举办每年一度的圣诞原木节，这可把她吓一跳，因为燃烧的原木给她留下了巨大的阴影。眼镜男就想留下来住一晚，然而黑妹就不想这样，她想走到镇子上去，找一架直升飞机离开这里。哇塞，这个想法很丰满了。黑妹就往镇子的中心走去，竟然从阴暗走到白昼。她第一个遇见的竟然是大网红黄毛，黑妹还被他撞倒在地上。这家伙很有钱，就约黑妹晚上8点一起吃饭，临走的时候还给他1000美元零花钱。他一路上连续不停的被人撞，仿佛就像中邪似的，而且撞的都是帅哥。无形中他认识了镇子上好几个男人，最后撞倒在地上的他被阿杰抱回自家的圣诞礼品店。店里不但有他的母亲梅姨，还有他的儿子小迪，他们对黑妹非常的热情。阿杰告诉黑妹，他的老婆去年过世了，对此黑妹表示抱歉。他也告诉阿杰，她的男友在几个月前去世。好了，这下两人找到了共同点。黑妹接着要走，可是无意中撞倒了一个装饰树。黑妹觉得自己很鲁莽，于是掏出现金补偿。没想到阿杰表示这个镇子是不收美金的，梅就在一旁强调那可不是钱的事情。黑妹只好留下来把这棵装饰树修补好。
阿杰就热情的和黑妹一起修补到傍晚，随后黑妹就去赴约跟黄毛一起吃晚餐。突然燃烧原木的幻觉又出现了，他觉得这里太危险，就强烈要求黄毛给他提供一部直升飞机离开这里。没想到黄毛答应了，约好晚上9点半起飞。黑妹激动的不行。吃完饭，黄毛带着黑妹参观了他新开的圣诞礼品店，哇塞，超级豪华。黄毛还特意送了一个 AI 玩具给黑妹玩。画面一转，燃烧的原木把那个露营的家庭成员全部杀害，现场惨不忍睹啊，番茄汁四流，到处都是残肢断臂。搞完后，他飞去找黑妹，黑妹来到停机坪，恰巧被一个男人撞倒在地。等黑妹站起来，飞机竟然飞走，这下黑妹的愿望无法实现。此时电话也没有电了，他只好孤独的往回走。这时来一辆车，好巧不巧，车上正是阿杰一家人。黑妹无奈跟着他们回家。到了家里，两人互相说起自己另一半的死因，哇塞，竟然惊人的一致，都是被一棵原木杀死的。这也是黑妹时刻拿着长柄斧的原因，她要防着那个会燃烧的原木。她还携带了男友的骨灰，本来是打算到墨西哥海岸撒进海里的。阿杰笑着建议把黑妹男友的骨灰和他妻子的骨灰摆在一起，他们就可以聊天了。从此黑妹就被这家人收留了，但是她经常做噩梦，晚上大呼小叫，搞得这家人无法入睡。阿杰觉得他可以治好黑妹这个创伤症，黑妹认为不可能，因为他确实被一根燃烧的圣诞原木追上，而这根圣诞原木是被诅咒的，几乎没有人能搞定他。阿杰坚持让黑妹去试一下，于是就把黑妹带到了他自己发明的创伤治疗仪面前。这个仪器治好了他的创伤症，既然这那就试一下吧。黑妹就让按照阿杰的要求一步一步的操作。他说出了心中最怕的就是圣诞原木，然后打开了那本假书。哇塞，原木飞奔而来，吓得黑妹把书合上。阿杰笑着让黑妹继续把书打开看。 Open the card. One word. 接着就是反复的刺激，阿杰在一旁鼓励黑妹要坚持下去。很快黑妹感觉到自己被砸得满脸血污，晕倒在地。等她再次醒来，大笑起来，觉得自己太爽了，心里的创伤被治愈。弄了半天，阿杰的方法就是不停的刺激，让患者感到麻木，最终解除心理创伤。另一边，燃烧的原木落在一辆车子的保险杠上，他也知道借力啊，在小镇的入口飞下车，开始进入小镇寻找黑妹。渐渐黑妹和阿杰谈起了恋爱，这个感情来的也太快了。燃烧的原木找到了黑妹，他准备发动攻击，结果被圣诞老人用布兜套住，然后辫子妹拿着粉碎机出现，他们把原木扔进了机器里，瞬间原木变成了渣渣，接着这些碎木屑被水泥覆盖，辫子妹就告别消失了。然后圣诞老人念起了一段解除诅咒的经文，这下算是把这个危险物品消灭了。然而百密一疏，有一个小小的木屑漏网了。只见他悄悄地飞向天空，悄悄飞到了阿杰家的门框上。梅一个不小心摸到了门口，那个木屑扎进了梅的手掌里消失了。当然梅有感觉到痛了那么一下，随后就恢复了正常。大家开心的回家吃馅饼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平安夜，梅正在做好吃的，突然他吐出了一片叶子，他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他并没有吃沙拉，难道是那根木屑在他的体内生根发芽了不成？晚上阿杰还邀请好友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，庆祝平安夜的到来。突然梅姨发出怪声，这把所有人都惊到了，就看见梅姨站起来不停的呕吐，把所有的食物都毁掉了。医生杰克以为梅姨是被什么食物堵住了，于是就从后面抱住梅姨，想帮一把梅姨。万万没想到，从梅姨的身体内长出一根树干，直接贯穿杰克的胸部，然后他就倒地身亡。接着梅姨大叫起来，手掌开始长出树枝，紧跟着脖子、嘴巴都有树枝长出来，最后梅姨的脑袋从脖子处切断，不过还有一小块皮肤连着，所以头颅还挂在躯干上。接着一段原木冒了出来，没错，那个小木屑长大成原木，还燃烧起来。哇塞，这玩意又恢复了原样，他是来找黑妹的。黑妹看傻了，万万没想到原木还是找到了他，吓得黑妹跑了出去，带着小迪一起走。而燃烧的原木借助梅姨的躯干开始到处杀人，简直就是个恶魔。他来到了原木姐的现场，看见自己的同类正在被展览和燃烧，顿时怒火中烧，于是发起了大规模的遥控那些原木，对人类进行攻击。顿时现场一片血海。最后黑妹和阿杰他们汇聚到这里，黑
黑妹突然想起消防水管和斧子能对付燃烧的原木，于是他们就去寻找这些物资。然而黄毛就没有这样的好命了，燃烧的原木盯上了他，他的保镖大黑不停地开枪抵抗。很快枪声结束，大黑也没有动静，黄毛就利用手机的电筒看见大黑去领了盒饭，接着他看见了骇人一幕。幸好黑妹拿着消防水管及时赶到，否则黄毛就要完了。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，只要他们停止射水，那些原木又会燃烧起飞。现在他们只要把钻入梅身体内的那个被诅咒的原木销毁，才能结束这一切。于是所有人开始追逐贾梅姨，最后他们在阿姐的屋子里找到了，然后两人齐上阵，把那段原木砍成渣渣。他们以为这个被消灭，就去照看小迪。几分钟之后，原木又恢复了原样，最后在柜子里找到了瑟瑟发抖的阿杰等3人，原木瞬间发动了攻击。阿杰一看骨灰有用啊，于是就把罐子里剩下的骨灰都撒在原木的躯干上，这次算是彻底把那个诅咒解除了。小镇恢复了平静，影片到此基本结束了。我觉得本片拍摄的还行吧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故事不复杂，就是讲述一段被诅咒的原木杀害人类的故事，标准的爆米花电影。本片最大的亮点就是特效和番茄汁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捧场，明日见。